我给你转了10万块钱，万一有人给改成我给你转了1万块钱，那怎么办？你的电脑安装了一个病毒，那就相当于有人偷了你家的钥匙。信息化时代就意味着密码技术无处不在。他是破解了全世界最安全密码算法的清华大学教授、密码学专家王晓云。他几乎让过去看似坚不可破的一个密码堡垒轰然间崩塌。一开始我不想破解，到了大约是第8年、第9年那个时间破解了。这就是在世界密码学领域掀起一股轩然大波的一位中国女性。从个人安全到国家安全，密码技术到底有多重要？你的那个2代身份证、护照里边也有密码技术。密码技术它是实现网络安全的一个支撑技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的军事有关，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让我们一起走进密码的神秘空间，看它如何为我们的国家安全保驾护航。我们永远不忘初心，做好整个国家的密码保障工作，把密码防御体系布局在国家的重要领域。守护幸福，承载梦想。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别策划，本期演讲者王晓云。迎高考，祝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今年的两会特别节目当中，我专门就一个话题采访了公安部的相关负责人，就是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问题。聊到最后，这个专家也说啊，除了这个相关的部门技术上的保护，你自己的安全意识也很重要。比如说手机，我想问一下，各位在座的没有给手机设密码的有多少？哎，小朋友也举手。小朋友说我没手机。设置密码的是大部分人，但是我想看一下设置密码的人当中，你们的安全防护意识怎么样？我随机采访一位吧。从你们的眼神我能知道谁的安全防范意识好。对，有的人这会儿不敢看我，心里就发虚。我一说，我随便找个人采访一下，有的观众，这位女生，就是你，刚才看哪儿呢？你的手机设置了密码？嗯，对，设置了。几位数的密码？6位。你看，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你应该说，我凭什么告诉你？没看过《今日说法》吗？一直在跟你们强调，一定陌生人，当然我不是陌生人，所以你对我会有信任感。但是因为镜头会把这个信息会传递出去，哪6位？是不是跟你个人非常有关联的？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是家里的门牌号啊、电话号，是不是类似的？对。你看他又说了。2次面对面，我2次提醒你。当然，这跟你开玩笑的，回去赶紧把密码改掉。你之前是0000。哎呀，不用告。所以真的，我跟你讲，刚才呢，可能现场的这个调查呢，让大家觉得挺好玩。不过，我想再问一下。有没有手机重要信息受到过攻击，甚至造成过财产损失的？有没有？有吗？确实有。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安排这样一场开讲呢？4月15号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而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也特别适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安全的话题。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清华大学教授、密码学专家王晓云女士，有请。王教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您请，您请。谢
谢谢各位，请坐，请坐。其实王老师一走出来，感觉哎，是一个非常文质彬彬的女性，就感觉不是那种特神秘出来。密码专家穿着黑风衣，戴个墨镜其实没那么就没那么很普通，很普通，对对，那密码学应该是归在数学这个大类里。对，它是属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一跟信息交叉的一个方向。您是山东人？我是对不起，小撒哈。您口音特别明显。今天可能你有点思想准备，因为我的口语很重，标准的山东话，所以你可以破解一下。我还真想起来，其实，在战争年代，密码可能是军事双方交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秘密，同时要积极的破解他人的秘密，所以语言在战争中曾经用作过密码。对，是的，曾经美国有一种语言是叫纳瓦霍语，是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对，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曾经被用来加密。那么还有一个在密码学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个石头，叫罗塞特石。就是这个罗塞塔石碑。哎，对，就这个。对。这上面的那个是3种文字，第一种实际上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哎，第2种是埃及的那个比较通俗的一种文字。第3种是一种希腊语。希腊语。所以说的话，实际上它3个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记录了埃及一个国王的他的那个贡献，实际上大美的语言。但是就是说大家在破解的时候，因为它的语言文字不是太齐全，所以说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密码分析技术，同时也被法国的一个语言学家破解了，最后19世纪初破解的。所以当初也是这块石碑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它同时用3种语言写了同样的内容，然后给后代的人留下了一个相互可以参照的东西。对，是的。所以很多当时古埃及象形文字，很多语言学家解读不出来，这个石碑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因为它有另外2种语言可以比照着，让你去破解、去翻译，最后找到了很多古埃及这个象形文字的含义。对。所以这是密码学的始祖。但是我今天来做这期节目之前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们之前给了我一份您的资料，我可以说开讲了到现在5年，这么多嘉宾，您的这份资料我看完以后头围大了一圈。为什么？都是中文，但怎么就看不懂呢？就完全看不懂。就是尤其读到您的学术贡献那一段，开一次开大会，然后您宣读了一篇论文，场上就当时所有的场面就乱套了，所有的现场的全世界的密码专家都敲桌子，都乱套了，鼓掌。据说是那一次开会的时候，您和您的团队宣读了一篇论文，把一个 MD5，对 MD5 就是有一种编码的算法给破解了。包括后来紧接着几年之后，有一个 SHA， SHA1，对。在此以前，全世界都认为这应该是最安全的计算机网络里的一个密码。实际上，它是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一起设计的一个用于电子签名的一个用于电子签名的一个密码。对，非常核心的一个算法。结果王老师去说，对不起，这个密码我们已经把它破解了，它是有漏洞的。全世界当时都疯了，然后紧接着美国就好像说，5年之内把所有的这种密码全部停掉。对，就跟我刚才跟你说的一样，改密码。全世界的这些计算机系统通用的就有 MD5和SHA1这2个算法。但是如果这2个算法一旦不安全，是不是所有的就不安全了？或者至少是有漏洞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就开始呢，就分析它的安全性。一开始我不想破解，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所以我就开始分析它的安全性。大约到半年的时间，破解的技术方案就出来了。后来就慢慢的就到了大约是第8年、第9年那个时间，就把 MD5和SHA1就破解了。确实，我感觉到王晓云老师和他的这个团队在全世界掀起的这个轩然大波，就他几乎让过去看似坚不可破的一个密码堡垒轰然间崩塌。我们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心态来做密码分析，我们目标就是要分析它的安全性强度。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
因为当你找到了可以破解它的方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这个东西是有漏洞的。对，是的，否则那个漏洞会永远存在，对，直到它被攻击。对，并且也提示了我们，怎样更好的设计算法。对，这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在世界密码学领域掀起一股轩然大波的一位中国女性。接下来把讲台留给王晓云教授，有请王教授为我们开讲。说起密码，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呢，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口令和密码有什么区别？那么提起口令，好多朋友可能会说，我有很多口令。那么我的手机有口令，那么我登录计算机有口令，查找我的那个信箱的时候、邮箱的时候，我也登录口令。那么我还银行卡也有口令。那么大家就想，口令是密码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口令里面，有的是密码，有的不是密码。如果我输进我的口令以后，不经过任意的处理，直接送到服务器来验证，就是你是否是合法的用户，那么这个时候的口令它一定不是密码。那么如果我输进去的口令，它经过一个密码的运算出另外一个结果，那么那个结果到服务器里边去再比对的时候，它也可以验证你是否是合法的一个用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口令就变成了密码。所以说，我们的密码是在背后默默地为大家服务的，所以大家很多情况是感受不出来的。大家回想一下，以前我们的银行卡是磁条卡，磁条卡时代，很多磁条卡它都没有密码，它里边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口令。那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看你口袋的银行卡，它是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就是一个密码芯片。所以说，当我们以前的功能化的这些简单的磁条卡变成密码芯片的时候，我们的密码技术就发生作用了，保障你的交易。信息化时代就意味着密码技术无处不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密码技术做好它，也就是说我们的密码防御体系布局在国家的重要领域，我们这样才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的密码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我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经典的传统密码，就是凯撒密码。它是公元前196年设计的。凯撒设计的密码，他跟他的那个将领，就是进行那个军事情报通讯的时候使用的一种密码。那么这个密码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母的替换。它是怎么替换的呢？你比如说 A， 大家知道 A 往后移3个字母是什么 ？B、C、D 是吧 ？A 变成了 D， 那么 B 往后移3个位置变成什么呢 ？B、C、D、E，Z 就变成 F。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密码的替换。那么如果我有一个单词是 sun， 就太阳 sun， 那么我怎么变呢 ？S 变成什么了 ？V，U 就变成了 X。N 就变成 Q， 如果你发现 VXQ， 你不知道是啥的意思。但是有一点大家知道，如果我知道这个加密的规则，我知道这个密码就是密码一个字母往后移了几个位置而已。以前传统密码大家不知道它怎样来加密的，所以你破不了。但是如果我知道了加密规则，我很容易破解。那么我们现代密码呢，到底是什么呢？在计算机网络通信里边，有很多信息安全系统。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安全系统是一个密码系统。那么我们有这么多密码系统，我们有邮箱的密码系统，我们有自己手机的密码系统，我们有那个 POS 机，你去刷银行卡的时候也有一个密码系统。那么可以说我的密码系统无处不在，对不对？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跟我们的军事有关，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在这儿我告诉大家3点，你记这3个密码算法就行了。第一种就是加密算法，就是传统密码。那么就是说呢，我有一个消息，我自己有一份文件，是一封军事情报的这么一份信息，那么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需要加密，对不对？这是加密算法。那么还有一种算法，大家知道，你登录计算机系统，是不是？为什么你能登录呢？是因为
服务器知道你的合法身份，所以让你登录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什么身份认证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说你在网上跟一个人通信，那么你跟爱丽丝通信，一定是要有爱丽丝的签名，你确认她的身份，否则有可能是一个假冒的爱丽丝跟你进行通信。第三种就是，如果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份信息，那么我对这个朋友很信任，但是我害怕这个信息被别人篡改过。你比如说这个朋友告诉我，我给你转了10万块钱，万一有人给改成我给你转了1万块钱，那怎么办？这个差距太大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要检测这份消息是否被别人篡改过，叫完整性检测。你如果是到银行里去办一个业务，现在非常安全的一种业务，给大家说一下。邮盾，我估计好多人见过邮盾，因为咱们国家国产的算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为什么呢？你以前弄的口令很短，别人很可能猜出来，但是你的邮盾里面可能放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密钥，所以说你所有的输进去的你的那个交易的信息，它经过加密和签名以后送出去的，通过云盾，所以它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的话就是说，回去以后呢，到国家的大银行里边，把你的银行卡再重新更新一下，弄一下邮盾。所以这就是现代密码的安全性。那么到底我们国家做了哪些密码的保障呢？我们的金融、我们的银行，包含个人的业务、国家的清算、国家系统的维护等，都需要密码系统。你的那个2代身份证、护照，我们现在的护照里边已经有了密码芯片。里边也有密码技术，当然我们军事安全肯定是要使用密码的，军事通信那是最高级别的这种密码。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外交，是不是需要密码？我们国家的就是政务网，是不是需要密码？那么还有我们国家的电网，你可以想象一下，万一发生这个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个城市没电了，是怎样的一个现象？还有很多了，都需要密码系统。所以说，密码技术是实现国家安全的一个支撑技术，它不是说我是给你缝缝补补的了。大家知道，分解因子数有筛法的奠基人阿珍·兰斯特，非常有名的密码学家和数学家，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王教授，你能不能给我找一种碰撞？”我说：“我的碰撞攻击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威力。”那么他给我写出这个问题来以后，我回来想了1星期，我给他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们就沿着这个框架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做了3年数字证书的伪造，那就是2009年10大黑客技术之一，排名第1。那么数字证书的伪造有什么危害呢？大家知道，如果你的身份证是假的，你能有干啥呢？如果你犯法了，那么大家就认为谁犯法了？是其他人犯法，而不是你，是不是？那么你如果是你的护照是假的呢？我们的数字证书是假的，那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意思，我的很多密码系统都是假的了，是不是？它就没有安全可言。大家老是在上网的时候，不知道我突然来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是干啥的？刚知道有一个病毒，不知道病毒是怎样产生的。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经常让你升级，是不是？那么你是不是就升级了？但是你想想，你在升级的时候，到底是不是 Windows 操作系统，是不是微软研制的这个正版的升级系统，还是黑客给你一个带病毒的升级系统呢？你在升级的时候，如果是黑客给你的，他有可能在里边放上一个病毒，你在升级的时候，你的电脑就安装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偷你的东西，那就相当于有人偷了你家的钥匙，你上班的时候，他拿着你家的钥匙开门拿走了东西。锁上走了，然后等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又出远门了，旅游了，又有人拿着你的钥匙又进你家门偷东西了。这一破解以后，美国标准技术局发布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就宣布了2010年必须撤除上网。所以我们的密码技术，它是实现网络安全的一个支撑技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科学判断力的一个结论。我们的大数据，我们的云计算，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无人机，你别说无人机没有密码系统，黑客采集你的无人机的
通信信号，控制你的无人机。你比如说，他去撞击一个人，这个人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如果去撞击一个核设施，大家想想这是怎样的危险？如果是去撞击一个大的水库，那又是什么危险？对不对？所以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还有我们的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国家的卫星通讯，世界上的卫星通讯，它都是需要密码系统来保障的。我给大家再稍微讲一点，就是跟你个人有关系上网的经验。大家知道，你上网打开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 HTTP， 对不对？有没有 S？ 没有 S。那么 HTTP 就是没有密码系统的文件传输。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网站它就没有提供很多的密码技术，它原则上来讲它是不太安全的，它就会产生了钓鱼网站。那么你上网购物的时候，那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很可能你打开的是这一个购物网站，那么也可能是一个黑客的一个假的网站，那么你的钱有可能转到黑客那儿去了。那么现在我们打开，你比如说打开百度，你就会发现什么 HTTPS 里边，它就有认证的功能，有加密的功能，所以说的话，它就比以前要安全多了。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百度里边发现了工商银行的一个官方网站，那么这个时候，你下载了这个工商银行的官方网站，它就比较可信，因为百度里边有密码技术，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排除了假的这种网站。所以说，今天实际上我们好多运营商已经给我们保驾护航。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购物的时候，在打开网站的时候，你自己判断，也自己了解一下，这样对你的隐私的保护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防范作用。我们国家已经有产生了一系列的国产密码算法，绝对不比国际上的密码算法安全性差，推广非常快。我就给大家几个数据，我们国家的电网已经覆盖了6亿用户，我们的高速公路联网已经到了4亿用户，还有我们的这银行卡，我们的邮兑已经到了10亿，我们国家的数字证书公司就已经达到38家，我们一般的计算机网络通讯，现在的密码技术都能够保障。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们作为密码研究的人来讲，密码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永远不忘初心，以我们现在国家的研究的这个能力，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密码保障工作，使我们的网络更安全、更健康，人们的生活更幸福。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您上来第一句话就把我弄懵了啊，口令和密码。有的是口令，有的是密码。当口令具有了密码的特性，它就是密码；但是当密码不具备密码的，它就是口令。我觉得很好。这不是我理解，这是您的原话。我只是凭着我的记忆力把它重复了一下。后来我大概明白了一下，就是比如我在计算机上，如果我只是输入上山打老虎，哎，对，这是口令，哎，对。但是如果输入上山打老虎以后，其实进入计算机系统的是1、2、3、4、5啊，那就是密码，很有可能是密码。对。但如果你输入什么，黑客看到什么，那是口令。哎，对，如果是黑客看到的不是你输入的，那有可能是简单的密码或者是复杂的密码。有人喜欢设计密码，他设计一个简单的密码送出去了。有人是我们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好吧。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我跟你讲，今天来的观众很厉害。对，我知道。有好多应该是您这个专业，因为我相信大量的观众今天的小纸条问题如雪片般飞来。我一边看小纸条一边吸氧，问的很专业，有很多观众我估计就是学这个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很好玩，说如果皮箱的密码忘了怎么办？很简单，砸开。
啊，然后还有暴力攻击。也小纸条说发感慨说，绝不找一个学密码的谈恋爱，太可怕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啊，然后还有，请问王老师能教我如何解开女孩心里的密码吗？这需要心理专家。在这么一场专业性的、技术高大上的讲座当中，你说你一个文科生在这来混什么？你还在这玩浪漫，还解开女孩心中的密码？我研究了这么多年，不容易。还有2个观众碰到的是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家 WiFi 被人盗了，对方还改了密码。学了密码学以后，我是不是就能把我们家的 WiFi 密码给偷回来？你家的密码你偷啥呀？那个人很嚣张，怎么办？挺气的，在线等，在线，气坏了，看来是。你换个路由器不就完了吗？再换一下，所以说在家尽量能用密码技术的保障你安全就可以了。最逗的是一个观众说：“王教授您好，我想存些私房钱，怎样设置密码才不会被媳妇儿发现？”这个不可怕，最逗的是不可怕，他的这个纸条居然自己留了个名字。哦，您设置什么密码也没用，您的情感已经出卖了您对您媳妇儿的忠诚。当然，好，正儿八经的一些问题来了啊，比如说现在，指纹、声纹、人脸识别，像这样的一些生物密码，应该算是生物特性的密码，对，是吧？安全性如何？与传统您研究的这些数学密码相比，有什么特点吗？是这样，我就数一下指纹密码。指纹密码大家想象一下，实际上你可以拷贝的。对，因为你这一次安了以后，它可以拿来再做别的，是不是？它可以在网上进行再加工。但是电子签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永远不会产生这种可能，因为电子签名就是一次性的，下一次是新的一个签名。每次都在变化。对，每次都在变化，所以说这电子签名跟指纹不一样的。所以说一定是很安全的。指纹是固定的，对。对，指纹是固定的。人脸识别总的来讲，现在来讲这个技术是很好的一个技术。现在很多产业在这方面非常关注，并且是我相信未来人脸识别它会引领好多产业的这种发展是没问题的。而且人脸识别有时候，我的一个同事特别逗，他说那天他突然反应过来，他说人脸识别是不是用正面的那个摄像头啊？我说对。他说坏了，我经常有时候洗澡的时候电话响，我就拿着识别了。另外一位观众问：小时候为了不让我偷玩电脑，家长总会设置开机密码，或者直接锁上房门，因此我成功尝试过几次解码和撬锁。人才啊你是！后来爸妈忍无可忍，设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结果我们家的电脑就废了，想不起再也没有开过机，因为他们自己也忘了。所以密码是破译更难，还是设计更难？密码，它是毛和盾的关系。对，毛和盾的关系。对，毛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永远是这个规律。那么就是说，我在设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最早的那几个比较好的算法，你比如说和图灵奖的 RSA Revit 设计，上面破解整整1年的时间，设计了 RSA。这个过程你说是设计难，还是分析难，都一样难，都非常难。好，谢谢。好，接下来时间留给6位。小撒老师、王老师您好，我叫马新宇，也是一名网络安全从业者。那因为密码学是网络安全领域的一基石，所以我在这儿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讨论。那其实我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然后知道您的大学其实是学数学的。对。那其实在破解密码当中也会用到因为数学和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不分离的。那么您的计算机编程是自学的吗？一开始我当时破了很多密码。我有一个师兄，他从事密码管理工作，他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小云，他说你破了这么些密码，没有一个实验结果出来，他说是好多人都看不懂，他说是你要是有一个实验结果出来，他说是一切，他说大家就明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我们在一块在香港访问，他是计算机系编程的老师，他告诉了我2个小时，他给我编了一个 C 语言的框架。然后后来我第2天我就开始把我的那些东西往程序里面放。学计算机 C 语言编程2个小时？就2个小时。你们应该是1个学期的课吧？
毫无疑问2小时。然后您就用了1年，编程对您来讲就已经轻车熟路了。对，很简单，孩子们，2个小时，回去啊，今天晚上搞定 C 语言，别等到像这些哥哥姐姐们，老大徒伤悲。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05年破解的 MD5算法，那直到今天仍然是很多网站用来加密，就是存放这个用户密文的这么一个算法。那么我想问的就是，您破解密码的这个成果，到底是让网络变得更安全了，还是变得更不安全了呢？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沙一破解以后，美国标准技术局发布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他承认，他说王教授发现了实际碰撞攻击，然后他们就宣布了2010年必须撤出上网，一切基于带电子签名、数字时间戳和基于无碰撞特性的所有密码系统的应用。所以2012年咱们的新的算法就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国家设计的 SM3当然也有我的工作，一起申请 RSO 标准，然后应该是我想不久的将来全部一块成为标准，国际标准，说它这更安全。虽然我还是没太听懂，但我能感知到王老师说的意思是，就面对网络世界，如果当一个密码被破解了，但我们不说，你是采取的一种鸵鸟式的躲避。你既然有漏洞，说出来其实是提醒所有使用这种加密方式的人，这个方式是有漏洞的，是不安全的，从而让人们寻找更为安全的方式。这种力量本身是一种提醒和促进网络安全不断前进的一个动力。那其实有一句话用来形容王老师特别的这个恰当，就是不懂网络安全的人是幸福的，其实他们的背后有懂网络安全的人在默默守护着。谢谢蔡老师，谢谢王老师。对。所以你说你是从事网络安全工作的，也希望你能做好我们这些幸福的人的守护者。刘帅，我是从事呢，就是说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提供这个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大数据的应用与开发。也就是说把我们所谓的物理世界数字化。这是我从事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隐私的信息安全问题。对。就是介于这个安全问题呢，就是怎么去限制企业达到这个个人信息的隐私。你是想问企业在承担这方面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实际上就是说，现在你说的这个方向，我可以理解为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物联网，对不对？你要物理世界信息化嘛，物联网这一块。那么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这一块，我觉着现在实际上就值得大家关注。你比如说，一种现在企业发展的非常快，可能不管密码技术可能先发展了，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还有一个是否我们及时跟进密码技术给它保障一起来。那么首先，如果要我做密码保障技术，我首先要了解你这个信息化的这个过程工作机理，你这个信息化的工作过程机理。第二，我根据我密码分析的这个方法，我要判断你的安全隐患在哪些点。第三，我要判断你这个资源，因为你物联网都有资源嘛，你的这个资源是否是能防上密码技术？能防上密码技术，那就用密码技术保障就可以了。一定要了解清楚。实际上这个东西，你只要能说明白这个工作机理就可以了。我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目前呢，每年在加拿大有一个那个全世界的黑客大赛。但是这个黑客大赛呢，就是我去关注之后呢，它更多的也是企业行为。我就想问一个，就是说，王老师，像您在搞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人群，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个黑客大赛呢？我们是密码分析人员，不是黑客，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密码分析是为了密码系统更加安全，黑客是专门找漏洞，特别是没有密码系统的那些应用环境，来攻击别人，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所以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黑客没有生存空间，或者是更少的生存空间，减少他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做的工作。你的问题就特别像问一个考古学家，您为什么不去盗墓呢？不去盗墓，对，是一样的，对，非常合适。不科学。对，非常合适。
谢谢。这个问题很关键，确实，一下理清了很多人内心的困惑，说啊，您这全身武艺的人，但是目的是不一样，我们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虽然浑身武艺。谢谢，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谢谢，谢谢王老师。下一位来。王老师您好，小萨哥好，我是来自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直播5年级的学生卜宏达，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信息安全专业，应该是国内为数不多开设信息安全专业的院校之一。但是我现在呢，在从事的是生物信息学方面的研究。我不是个例，我来之前呢做了个小调查，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生现在没有一个还在从事纯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那我大概总结了可能有2点原因，一是经济原因。现在软件开发工资高、上手快、应用广，很多信息安全方面的毕业生都转行去做软件开发了。对。2兴趣原因，密码学、信息安全难教更难懂，所以我想请问王老师，如何培养大家学习密码学的兴趣？如何让信息安全领域留住人才？谢谢。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成立了网络空间安全1级学科，密码学已经变成一个2级学科了。我觉得在今年我们这个从教育的领域，我们这个密码学有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我们必须得培养人才。那么你说的这个，我就以我自己培养学生为例，密码就2个方向，公钥对称。实际上你给学生大体谈一谈，你想学对称还是学公钥？那他确定了以后，对称你一定要给他一片比较好的任务，一个比较的方向。我让学生就是做最深的研究。我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你做完了以后，你就是世界最好的在这个点上。你比如说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在做了对称密码，这2年做得很好了，他有时间了，我最后在毕业前我再让他做公钥，再做个调整。他2个一做，他到社会上什么也不怕。要给学生以足够的选择。对。包括您刚才说的，要么你就往世界最高峰派走这条路，但是你如果走这条路，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小萨哥。下一位。韩老师好，王老师您好。我也和您一样，我也是本科学数学，然后后来做密码学研究的一个研究生，然后我也即将在今年毕业。然后我听过，就是我们圈子里面有这样一个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您在研究 MD5 和SHA-1这2个算法的时候，这个主要的想法是在您生孩子坐月子期间想到的，是真的吗？是。是真的呀，确实是。我以为一直是一个传说。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女生有这个生孩子和坐月子的这个优势，所以会比男生学密码学更加的方便，或者是更加的容易去深入的研究呢？你这叫生物歧视。就是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以前有相似的问题。我有一个师弟是学数学的，他说你们女的为什么做密码分析做得这么好？你们女的天生对个人隐私感兴趣。所以说你们就对密码感兴趣。后来以后，这是我的一个师弟给我说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肯定是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女的我带她们做研究的时候，确实对密码的挑战是很有兴趣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开玩笑说，但实际上在这方面还是个人你投入了多少精力，是吧？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您破解 MD5 和SHA-1的时候，您一带而过，就是说，在有了初步想法到论文成型，大概用了9年的时间。您说的很轻松，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应该很艰难。是的。然后就是您有没有说在中间的时候觉得做不下去了，想放弃了？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分析过程确实很艰难，因为它几百个方程嘛，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但是有一个算法让我比较崩溃。就是当时我以为是破解了，因为从原理上来讲都是证明它已经破解了，所以我在编程实现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一天我找到一条攻击路线，第2天我就编程编到1点1-2点钟，发现最后错了，第2天再找着，现在3个月，整3个月。这个路线调好了以后，我到美国访问，就是我爱人在做博士后，我去看他。我整1个月，我又开始用计算机运行一个电脑运行了1个月。在开会前2天，我宣布了5个算法，其中有一个就是这1个月还有2天就开会了，提前2天出了数据，我就去宣布了。这就是
你说这个科学研究当中，有时候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哈。嗯。就离开会还剩2天，那个算法出现了。对对对。越努力越幸运。是。谢谢您。这句话我喜欢，越努力越幸运。下一位。小大哥好，王老师好，我就是那个走错了录制现场的文科生，我特别想知道，就作为一个别说破解密码了，经常连自己的密码都记不住的人，我特别想知道，当您破解了这个密码以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就是因为您好像一下子知道了很多的秘密，就是这种感觉，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啊？我的工作是干了很多年，我是一次性发表的，所以我每次破一个算法肯定是很高兴。反正也很简单哈，很快我就进入到下一个工作了，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庆祝仪式是吗？王老师，我高兴的，反正很快就进入下一个算法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咱是闺蜜吧，然后我破了以后，我有时候给她说一下，因为她知道我很聪明，就是能做数学问题。她是搞这个专业的吗？您的闺蜜？她有点关系，但是不完全，她不是太了解。但她能听懂您在说什么。但是每次她知道我破了一个东西，很高兴。我给她吃饭，她就非常高兴。但是后来以后，她说，哎呀，我的娘啊！她说你的工作这么重要，她说我竟然不知道。哎呀，我的娘啊！你干的事情太了不起了。对。还有一个就是我爱人，他是知道，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算法要公布了，绝对是国际上影响很大。他知道，他每次他非常兴奋。所以您的庆祝方式就是分享一下跟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我刚刚就是因为也听了其他青年代表说，我才知道您破解这个是在您怀孕生孩子期间。那您平时的工作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好吗？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就是做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大学里边是没有办公室的，所以说我呢是在家里工作。我每次就是到那个学校里面去打印材料，然后再回家就一上午就没有了，有时候还得排队。所以说后来以后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钱买了一台电脑，一个激光打印机，3600块钱一个激光打印机。您自己花钱买啊？对，还有一个扫描仪。当时我是把家里所有的钱就购置了这个环境，所以说我在家里就非常舒服。所以说我就基本上一边看孩子一边来。推导这个路线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也不需要再到学校跑了，也感谢我爱人的支持吧，他全都支持。这背后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支撑的。其实就是最简单的装备，却打倒了最大的 BOSS。所以刚刚我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还就是因为听不懂，所以跑神儿了。然后我就在想，我们不同的职业其实是有不同的职业病的。您的职业病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在家里面，哎，老公的手机在旁边一放，然后就，哎，就也不是真的想看，就是职业病。有这种类似这样的职业病吗？我没有。我在家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几个兴趣，一个是养花，是一个兴趣。一个是拖地，那个时候我家一天能拖2、3遍地，木地板的很干净。拖地也是一种算法。对，一个是就看着那个地板的纹理走向。会拖地的人他是有算法的，对，不会拖的人瞎拖，最后发现总有几块落掉的。肯定是很干净。还有一个就是逛集邮市场，集邮市场。集邮市场哦，你喜欢邮票？我经常跑到集邮市场，美女的都是些男的，大部分。您还有这个？开始不太好意思，后来熟了哈。你跟人聊一聊。哎，那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印证了科学家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的大脑啊，尤其是脑力工作者，你要真休息啊，千万别睡觉，没有用。你怎么睡补不回来。大脑是分不同功能区的。你唯一让自己休息的方法是启动另外一个功能区。比如说你在思考一个东西，做一个课题。长时间用脑之后，你去运动一下，浑身出汗，让大脑的负责运动的那一块兴奋起来，你这一块自然就休息。所以您看，您拖地、做家务，出去集邮，实际上在我们看来都是啊，这跟科学家有关系吗？对啊。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对，最后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其实密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你是登自己的账号，还是就最基本的手机解锁。请注意，你说的可能都是口令。口令。对。然后后来包括这个指纹，包括图形，包括现在的面部解锁，也是都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我想让您展望一下，我们未来就是会不会有出现一些新的解锁功能，它既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同时呢又没有那么的繁琐，能够让我们这种普通人记得住。您能给我们展望一下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也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是希望我们设计的密码算法很安全、很复杂了它啊，但是同时我们是希望做出来的产品，好用、便捷，我没法展望的很准确。但是至少我觉着，你比如说我们有密码功能的芯片应该嵌入到里边，要么是我们这个芯片壳完全变成一个密码壳，还是我再附上一个密码壳，我觉着这都是可以想的一个问题。肯定是你密码它得有地方放，它肯定要有地方放，但是有地方便你用，让你看不出来，你按一这个按钮啊就加密就出去了，所以它一定要给你放在一个地方，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探索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手机走到现在，已经是把密码放进去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现在大量的 APP 还有其他下载的东西，并不见得能够保障得了。现在，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保障，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个事情，不是单一的，单一肯定做不成，属于整个社会来做这个事情。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全。谢谢。好的，谢谢。这个就像刚才我们一位青年代表说的，其实不懂密码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在使用着这个东西，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它在生活里是如此繁琐的一项工作，因为所有的繁琐由他们承担了，我们只需要摁一下键，所有的加密算法全在里面解决掉。就像你现在买汽车的人，过去不一样，过去司机师傅都会修汽车，现在买汽车的人，你说哪几个人说懂得我修车？因为服务越来越完善，背后的专业技术、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对，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幸福，各有专长吧，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位，小撒老师好，王老师好，我是中国军事网的一名记者。其实我刚刚在听您讲课的时候很有感触，就是您把自己在密码学这一领域的学术贡献简简单单的就归纳为了4个字，叫做密码分析。像您呢，现在已经是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学术研究，那我想请问您的是，您觉得我国密码学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家的国产密码算法跟世界最先进的密码算法是一样先进的，这个大家不要担心。经常有时候碰见大家说，我们国家的算法安全吗？还是用国际上的算法好？我觉着不是这样的。我觉着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这个密码水平提升非常非常快，专门有一个这个会议期刊。那么我们这个会议期刊，我记着2009年去开会的时候，当时中国发表了2篇论文，因为每年只有25篇左右的论文，到后来就更多了。有一年我们国家有4篇是出自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说，总的来讲，现在我们国内好多年轻的都起来了，我们的欧密会、美密会、亚密会几大会议论文发表的非常好。我自己个人感觉，因为现在密码安全性非常高，我们国家的密码一定是非常可靠的。我坚信我们国家的密码系统不是那么好攻的。那么我自己希望的话，我们国家将来是有更多的方向进行领跑，这样才实现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密码梦，我们网络安全的强国梦才会实现。谢谢王老师，谢谢小撒老师。这当中肯定密码本身也涉及到很多的秘密。所以我相信王老师可能也没有办法在电视节目里告诉大家太多，但是刚才王老师的这份信心，就是咱们国家无论是在密码研究方面，在密码的这个防御方面，现在都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平时的民用的层面就不说了，只是在更高级的要求的这个军事啊，甚至是国际竞争方面，我们的密码的安全是有保障。所以真的，这些密码学家在这背后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他们奋斗的成果，带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带给更多人幸福和安全。再一次用掌声感谢王晓云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